我就会杀光现场所有的人质。天理何在啊？我是冤枉的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社会时事议题单元呢，是被称之为最不要脸的一个嫌犯。2014年的1月13号，距离现在10年前早上9点半，在晋基道鞍山市的一间公寓发出了一男一女的尖叫声之后，这栋房子呢就被警察包围了，因为附近有太多的民众报警说里面有奇怪的声音。除了警察之外，还出现了非常多的媒体到现场去做现场连线。这间房子出现了人质的挟持事件，其实近代已经很少有人质挟持事件。里头有一名男子看起来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对外面的警察嘶吼。交涉的过程当中呢，得知了他是46岁的金氏男子，而他表示他自己手上现在目前有4名人质，一名是他现任妻子的前夫，跟前夫同居的女子，以及现任妻子跟前夫所生的2个女儿，总共4个人。而他跟现任的妻子呢，已经是分居的状态，现场就一直的吵闹着要见现任妻子，并且跟警方表示，如果你不把我现任妻子带来，我就会杀光现场所有的人质。后来金氏男子的现任妻子终于到场，这个孔氏呢，他就陪着警察一起到了公寓里面跟金氏谈判，但是呢，金氏一直表示要把这个孔氏留在自己的屋子里面，他才愿意继续谈判，就导致破局。因为警察呢不可能再让人质的人数再增加嘛，离开了以后呢，就有询问里面的人质，确保他们都还是存活的。这个金氏呢就有让妈妈跟大女儿通电话，大女儿就跟妈妈讲说，妈，我现在脖子上面有一把刀，拜托拜托你去拜托警察，千万不要冲进来，警察只要冲进来我就一定会死。就在这所有的交涉过程，包含妻子到现场，警方不停的请他自首，然后不停的跟他喊话，就这样子从早上9点一直到了下午2点。突然呢，这个金氏呢在警方的劝说之下，说他愿意自首。但他讲完的一瞬间就把电话给挂了，然后把大门关上，所有的门锁上。警方觉得大事不妙，因为他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嘛，所以警察决定从屋顶上面悬降下来，破窗而入。进去了以后呢，发现其实前夫已经死亡，2女儿也已经死亡在房间里面。前夫是沉尸在厕所里，那2女儿呢则是沉尸在卧房里面。她被棉被包裹，嘴鼻的部分呢就是有塞住东西，身上呢有几处刀伤，但看起来死亡的原因是窒息而死。已经明显死亡的前夫呢，则是脸上跟脖子上面都有多处刀伤。我们就要来整理一下，到底为什么会最后变成这样子的人质事件，而且最后为什么会已经有伤亡，而这伤亡的时间点又是什么时候？到底是先杀了这些人呢，然后跟警察喊话，还是在跟警察喊话的过程里面导致这些人质死亡？因为他在后面的法院里面不停的表示，是警察故意一直刺激他，他的现任妻子一直刺激他，让他情绪失控，所以才会杀人。所以我们要来厘清一下这所有事情的时间点。首先，他跟现任妻子的关系，他跟前夫还有现任妻子呢，其实呢都是朋友，跟这个前夫其实还是称兄道弟的关系。在这个前夫跟现任的妻子2个人分开了以后，他就开始追求这个现任的妻子。他们2人在2007年的时候结婚，在婚前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照顾有加，非常的贴心，非常的温柔。但是呢，在婚后整个性格大变，动不动就会有暴力倾向。他甚至于很大大方方的直接跟这个现任妻子讲说，我在外面就是有给女人养，我就是有在外面勾3年是有交女朋友的。那这个妻子也毫不避讳，就直接回他讲说，你就是想要骗那些女生的钱啊，你就是想要当小白脸，让那些人养你啊。听完以后大暴怒之下，他就把这现任妻子呢毒打了一顿。有多严重的程度呢？他拿刀砍伤了他的头，他的肋骨断裂，最后他住院治疗了1个月，并且有拿到诊断书。2012年的5月呢，他对前夫一起生下这个2女儿呢，开始对他做一些性行为上面的骚扰。所谓的性骚扰呢，包含猥亵等等的，这些都包含性骚扰的范围之内。他猥亵了他，甚至于有企图想要性侵他，只是他碍于当时的状况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勃起，
所以没有强暴成功。但是他是有企图要做这件事情的，要不是他的生理没有办法跟上的话，他可能已经得逞了。2012年的同年的10月的时候，这个孔姓的妻子呢，带着2个小孩子要逃亡，才搭到计程车上面的时候，就又被金氏男子拖了下来，强制的把他们全部拖回家里，扯着他的头发，把他毒打了一顿，打到他的鼻梁断裂，并且警告他说，要不是有2个小孩，我早就已经把你的4肢给扯下来了，你最好行为给我注意一点。2014年的时候，他又再度被家暴。2007年到2014年这个7年的期间，其实他已经诉诸法院4次申请离婚。但是你如果是合意离婚的话呢，法院这边叫双方都出来到法院这边去签署东西的，所以他4次都申请离婚，却4次都没有成功。孔姓的现任妻子呢，才会带着2个女儿离开家里，跟金氏的男子开始了分居的生活。但这个金氏男子怎么可能放过他呢？他又想尽办法再找到了这个孔姓的妻子，然后把他约出来。那因为这个孔姓妻子她本身呢，就是为了要养活2个小孩，她开始以保险员为工作，就会有见很多的客户啊等等的。他就以这个为由，深深的怀疑他是不是外遇了，就把他约出来到外面的咖啡厅谈判。本来想说约到外面公开场合的咖啡厅非常的安全，没有料到他现场却突然折断了一个筷子，并且抵在他的脸上，跟他说，你觉得杀一个人需要几秒钟的时间？筷子为武器的方式把这个孔姓的女子挟持回家。回到家了以后呢，他就以要检查他是不是外遇，是不是有跟别的男人有染为由，逼他把所有的衣服脱掉了以后，并且强制性侵了他。他在性侵的过程里面还拿了一把武士刀去插了这个孔姓女子的腰，对她说，如果你敢叫出声音来，你敢大吼，我就会把你的小孩、你的前夫、你所有的家人全部都杀掉。孔姓女子离开了以后呢，她去医院缝合了伤口，以及她就报了警。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让我非常不能理解的，就是警察跟他讲说，现行犯才可以逮捕他，如果不是现行犯的话，你没有证据可以逮捕他。然后这个是属于家务事的范围，这件事情让孔姓女子非常非常的崩溃。她说，我都已经被刀砍了，这件事情怎么会还是家务事？她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大韩民国的法律。接受她报案的那个警察还跟她说，你下一次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就当下打112。她觉得非常的荒唐，我如果在被打的当下，我有机会打112，我会不打112吗？觉得这个警察就是完全没有要处理她的意思。再加上他之前其实真的已经诉请离婚了这么多次都没有成功，就是已经对于韩国的法律非常心灰意冷的状态。而就在这个武士刀刺伤腰的事件4天之后，就发生了人质瑕疵事件。当天的状况其实是孔姓的现任妻子呢，她因为想要筹钱，带着2个女儿去过生活，所以她在4处筹钱的状况之下，先暂时把2个女儿寄放在前夫家，并且传讯给这个金氏男子，表明说他就是非常确切的要离婚。这件事情大大激怒了金男，金男就冲到了前夫家。当时前夫家里面只有前夫的同居人在家，所以并不认识他。他就跟那个女生讲说，哦，我是那个前夫的后辈啦，我要拿一些东西给他。成功的让同居人开了门。等到他一开了门以后呢，他就把他捆绑了起来，关在房间里了。之后呢，到了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，这个前夫终于回家了。前夫一回家就有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大对，跟金氏男子看起来就是人有那种 crazy eye， 就是看起来感觉精神非常兴奋、非常亢奋的状态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想要把这金男诱引到外面去。你看起来真的非常糟糕，我们到外面喝一杯聊一聊。讲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说走吧，我们到外面去。在一转身背对金男的瞬间，金男就拿刀冲了上来，在他脖子跟脸上一阵乱刺，等于是在挟持事件的前一天晚上，其实他就已经把这个前夫给杀死了。之后2女儿回来了，他一样用刀威胁他，并且企图把他捆绑，然后他又再一次的想
要企图性侵二女儿，但他又呈现于他的生理没有办法有反应的状态，但他所有该猥亵的事情他都做了，就是能拿什么任何异物插进去他也都做了。看了几个资料里面，其中有个警察就是觉得要说他性侵没有得逞，这个是非常荒谬的，并不是一定要生殖器插进去这件事情才叫性侵得逞，好吗？他对那个女生该有的性暴力，那个女生所承受的东西都已经承受了，这样子。他接下来就把这个二女儿也一样绑起来，跟同居人绑在房间里面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大女儿回来了。大女儿一回来了以后呢，发现家里面有非常浓的烟味，进门的时候是没有人的状态。他想说怎么烟味这么浓？他爸有答应他不会在家里抽烟了，所以他就说：“爸，你在家里抽烟哦。”才刚讲完这句话，出现就是这个金氏男子。那金氏男子就对他说：“我真的是不想连你都处置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希望你今天不要回家吗？你爸现在已经被我杀了，他人就在厕所里面。”然后他就一样把他拖到旁边去，一样捆绑起来。在这之后呢，他就用二女儿电话打电话给他现任妻子孔氏，并且告诉孔氏只身前来这个前夫家，千万不可以报警。如果你报了警的话，我就会把这里现场所有人都杀光。但是呢，这个孔氏他受掉这么多前面的暴力，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，所以他还是报了警。最终呢，金氏在知道他报警之后，立即就把二女儿给杀了泄愤。那我们一开始片头就有讲说他是最不要脸的嫌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后来在被逮捕起来了以后呢，他不停的强调他是冤枉的，然后他要世界帮他主持公理，天理何在啊？我是冤枉的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？他说完全就是他现任妻子的阴谋，然后跟警察一直疯狂的在刺激他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杀人，然后他们一直刺激他才会让他崩溃，他才会杀人，这都是妻子的阴谋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你뭔 개소리야！他不停的在强调这件事情，才会被人家讲说他毫无悔意，包含他怎么会强暴妓女也毫无悔意呢？他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，并且有公开他的长相。从那个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警察就要把他的帽子拿掉，他就很生气的说：“你干什么啊？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权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可是他就是被韩国政府勒令可以公开长相的嫌犯。那后来当然就基于他的强烈反社会人格，以及他的共感能力极低，以及他丝毫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的判断之下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自己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这一起案子其实是层层的悲剧，就是从家暴的悲剧，然后一直到司法上面，其实一直没有帮助到这一对母女。最后呢，这个男子他其实就是去前夫家泄恨的，从他一开始进去就杀了前夫，然后又再杀了二女儿，这些事情他看起来他就是去泄愤。那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呢？就是司法上面其实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妇女，远离已经有一点丧心病狂的暴力男子，而且他本身就有13项的前科，这样子。恐怖情人系列呢，真的是我做也做不完的系列，大家真的要很小心。那这个也算是近代呢非常有名的挟持案件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们下次见喽。后来